就将它赢家。喜不喜欢，潇不潇洒，快不快乐，去享受它。快乐密码没想象中的复杂，只要你懂得慢慢去消化。快乐密码不用感到很害怕，如果真的有必要，那就将它赢家。喜不喜欢，潇不潇洒，快不快乐，去享受它。对，我记得你曾经告诉过我，有一个你心爱的人回来了，那个人是不是何医生啊？你就当我这张脸呢是这个电话咯，你现在在跟我 SMS 其实也没什么不能告诉你的，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你猜的没错，那就怪不得了。什么事情怪不得？你碰到心爱的人嘛，你讲话一定很紧张的嘛，怪不得你会讲到结巴巴的，你一定是暗恋人家很久了吧？哦，刚才在外面我刚好经过嘛，不小心听到你们讲话，你呢紧张到讲话不清不楚，这样都不像我认识的方若文。做梦呢？这其实是我的毛病。什么意思啊？只要我一脱下医生袍，我跟人讲话就会这样结结巴巴的。不会啊，你现在都没有穿医生袍，你跟我讲话都不是这样。不错，这我也觉得很奇怪。我对着你，我完全没有这个问题。在你之前是薇薇姐。薇薇姐，哦，就是你告诉过我的那个很照顾你的那个护士啊。我不是告诉过你了，我小时候被虐待，后来被送进儿童院。那个时候我有自闭症，我可以一整个月都不说一句话。即使别人跟我说话，我回答的时候也是结结巴巴的。只有跟薇薇姐讲话的时候，我才恢复正常。难道他把我当成了那个薇薇姐了？对哦，他说过那个薇薇姐是长得胖嘟嘟的，一定是了。对不起，吓着你了。不会啊，我很开心你让我知道这件事，那就证明啊，你真的把我当作是朋友了。对呀，你是医生，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一直都在尝试，但是都无法克服。我读大学的时候也因为这个问题，导致我跟我女朋友分手。就是何医生。后来我当了医生，自己找了很多治疗的方法，也找过这方面的医生来帮我，终于给我看到一线的希望。我穿上医生袍的时候，我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的。但是我一旦脱下医生袍后，我还是无法摆脱那个阴影。我尽量一个人生活，本来我对自己已经完全绝望了。直到后来我碰到你，我才发觉我并不是完全的绝望，我还是有希望的。对了，你一定有希望的啦！既然你跟我讲话都没有问题，那就表示你跟别人讲话，你一定可以的吗？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克服这个毛病，再追回何医生。吃饭吧。带你妈咪吃饭。怎么今天突然间变得那么凄凉啊？妈咪，需要我叫些外卖吗？你觉得这样好凄凉吗？叫我看未必，等到连饭都没得吃的那一天，那才真正的凄凉。没这么夸张吧，妈咪？怎么可能连饭都没有得吃呢？为什么不可能？我看的太多了。远的不说，就拿最近 DDA 的 Richard 来说吧，他疯
光的时候，我们比得上他吗？他那座洋房好像皇宫一样，光游泳池就有2个，还有一个保龄球场。可是上个月忽然间倒了，破产了。房子车子不说，连一个杯子都要拍卖。我跟你们说，即使他现在想吃饭，连个盛饭的碗都没有了。那老头子都已经过时了，迟早都是要退休的，怎么可以跟妈咪您比呢？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破产的吗？都是他的孩子，他那2个儿子跟1个女儿把他的财产败光的。我去医院看他的时候，他含着眼泪跟我说，以为可以挨到他死的那一天，眼不见为净，怎么知道连这一天也等不到？那我禁不住的在想，我有一天会不会也沦落到像他那样的下场呢？妈咪啊，我想我们再没有用，也不会像 Richard 的孩子一样的。是啊，不过妈咪今天用这样的方式来提醒我们，我觉得非常好。我们一定要时时提高警惕。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嘛。哇，大嫂，你拍马屁的功夫又更上一层楼啦！你给我住嘴！是谁给你这样的权利去公司调钱？又是谁给你这样的权利拿了钱不用还呢？你好啊，在我背后是我毒箭。对不起，我可是什么都没说。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吗？这里面最阴险就是你了，不晓得在妈咪面前说了多少坏话。你以为没有天阳，我就不知道你干的好事吗？妈咪，我只不过拿了120万而已，值得你这么生气吗？那你说，你要拿走多少钱我才有资格生气？我拿了120万，算得了什么呢？大哥大嫂拿的比我更多呢。Edison， 你不要冤枉我和你大哥啊！你来公司调动些资金，我们已经劝过你了，可是你说你有急用，所以我们先挪出来给你。我们担心妈咪的身体，一直都不敢让她知道。本来你大哥还想帮你把这笔账给扛下来，可是没想到你现在却返回了咬米口。听你这么说，那我是不是应该很感动才对呢 ？Sorry， 我感动不起来。大嫂，大家心照不宣，说穿了就没意思了。你这是什么意思？好，你说我们吃公司的钱，那有什么证据？你们当然会做到漂漂亮亮的了，怎么可能留下证据呢？我这区120万，你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帮我盖掉的，可是你们盖了自己的洞，却放我这个大漏洞，然后再叫他来监察我，这是什么意思？大哥，你可不要忘了，我们才是同一个爸爸生的。Edison， 在这里，大家都是一家人。我从来不觉得天阳跟我们有什么不同。是吗？那你可真是大好人啊！只有你啊，不是好人心。好人心，大嫂，你是真天真还是假天真？这个世界上还会有好人吗？你以为他们父子俩都是好人啊？他们只不过是怕我把钱给拿走，所以看出那钱库冷门。我告诉你们，小心有一天呢，都会被这个对他们狗给咬死了。够了，我还没死，你们谁也别想算计我。从今天开始，谁要动用公司1分钱，都要经过我的批准。你们慢慢吃。这间 pub 很不错的。你好像对荷兰村很熟悉哦，是因为常去莫瓦的店吃饭的关系吗 Hi, what would you like to have? Can I have a glass of white wine? Make it two. 终于又可以好好呼吸一口自由的空气了。虽然知道这一天终究会来到，但是还是忍不住告诉自己，一切都已经过去了。祝你从今以后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这一段不愉快的婚姻，
真的是让我觉得好累好累。如果能够让我重新来过的话，我绝对不会草率的嫁给一个不是自己100%爱的人。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我的意思是说，你会留在新加坡，还是回澳洲去呢？诺文，你现在讲话完全正常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没问题了。太好了，真的是太好了。哎，小姐，我们没有点这个。这瓶香槟是那位先生点给你们喝的。他怎么会在这里？我在停车场看到你们上了德士，所以就开车跟着你们来了。你这什么意思啊？啊，你可别误会啊，我没什么其他的意思啊。我只是没你那么幸福啊，有人跟你一起庆祝离婚成功啊，我就没什么地方可以去了，只好跟着你们来了。看到你们这么开心的样子啊，我真是忍不住要送瓶香槟给你们庆祝一下。哎，老板，我要恭喜你，你终于得到你所爱的了。来，来，只是啊，我知道，你跟他说我爱你的时候，必须要花时间呢。啊，1分钟，2分钟。哎，我尊重别人就是尊重自己。那你尊重过我吗？你虽然跟我结婚，可是你心里面还是想着他，对吗？我真不明白啊，我有什么地方不如他？他只不过是一个连一句话都讲不清楚的废物啊！哎，我，你不要把我们2个之间的问题扯在诺文身上。今天就算是没有诺文，我们也不可能再继续下去的。不，如果没有诺文，你会全心全意的爱我。哎，我，请你扪心自问，你有全心全意的爱过我吗？我们现在讲这些干什么？事情演变到今天这种局面，还不就是你所希望的？要不然，你们怎么会迫不及待的在这里摸来摸去啊？啊！我，诺文，不需要跟这种人解释。对，不用解释了。从今天开始，他就完全自由了。哎，来，诺文，我们喝香槟庆祝吧，庆祝最后的胜利者是你。来，我要恭祝你们，恭祝你们什么呢？啊，恭祝你们情话绵绵，说也说不完呐！啊！我什么呀？啊？哦，你如果真的爱雨洁，这些年来早就应该得到她的心。这么多年来，我跟雨洁连一通电话都没有通过，一封电邮也没有写过。没错，我们是曾经相爱过，但是你真的以为爱情是那么的永恒的吗？不，我不相信。只要你好好对她，真心诚意的爱她，我相信雨洁早就把我忘记了。艾文，你根本就没有珍惜过雨洁，现在你失去了她，
你才来妒忌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你是这么在乎雨洁的话，你就应该以真爱来打动她，而不是用妒忌、用憎恨来打击我们。这是会使雨洁离你越来越远的。你是什么时候复原了？刚才那个医生哦，讲话样子真的是笑死我了。也好啊，看他以后啊，还敢不敢这样说你哦？这次他够镇静了，以后他见到我一定躲到远远了。哦，那就好啦，他就不敢再欺负你跟何医生了吗？其实艾沃的人没什么的，医术也很高明，只是妒忌心太重了。不过刚才你说的那番话真的很好啊！我是女人啊，我最清楚了，女人的心真的很软啊。如果有一个男人真的对她好，一定会被她感动的。所以呢，你一定要加油哦！追回何医生。做梦你？我总不能每次跟他见面都跟你预先安排好，然后看着你说话吧？当然不行了，要不然的话，我这支电灯泡不是很快就没有电了吗？哎，有啊，我想到一个办法。什么办法？你每次一见到何医生呢，你就把他想象成我了，啊？哎，不行，她那么漂亮，那么苗条，我这个大肥婆怎么跟人家比？你怎么这样贬低你自己呢？人要有自知之明，我知道自己是什么货色的啦。那你说说看，你自己是什么货色？你没有看过人家卖榴莲啊？那种什么 XO 啊、D24不是要摆在最前面、最显眼的地方吗？那后面呢，就是一篮一篮的烂榴莲呢。那种1块钱10粒那种呢，我就是那种货色咯。你怎么这样说你自己呢？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有你自己的魅力的。不用这样安慰我的啦。我说的是真心话。那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内涵是吸引人最重要的因素，不光是外表啊。是吗？哎呀，我这个人啊，脾气那么臭，那书又读得不多，骂人是最厉害的。还有什么性格啊、气质啊、内涵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大好人，谢谢你给我这么大的安慰啊。看来啊，我不帮你都不行了，不知道怎么帮你解决跟何医生的问题呢？有了，以后如果你想要跟何医生吃饭呢，就来我店哦，又自然又方便，又可以见到我，不就可以解决了吗？这倒是个办法，不过你不要灰心，只要你坚持下去啊，你这个老毛病啊，一定可以克服的。你到时不管你去哪里吃饭都没有问题了，你说对不对？好了，说了那么多话，我肚子都饿扁了。找东西吃吧，我请你。哎不，你帮了我，应该是我请你才对啊。喂，这可是我的地盘呢。Hey Kuma, how can I get $200,000? What's wrong? 200,000. So much money for what? I need the money. Very urgent, you know. Hey, I got one idea. Want to rob the bank? Alamak, you really 好介绍. Hey, come on, serious lah. Where can I borrow the money? Hey, you mean to say you want to borrow from Along? 对呀，大龙。Hey, their interest very, very high, you know. Somehow you must find one guarantor go there, you know. You guarantee me lah. Hey, I guarantee you, tomorrow morning, my house there got one big head in front of my door. Big head curry for me lah. Aiya. Hey, ask her lah. She's your ex-girlfriend, what? 这里的咖啡很好喝的，我们一人来一杯。还有竹草啊、西餐啊、烧腊，每一样都很好吃啊，我们每一样都来一点，好不好？还有啊，这里的海鲜摊也不错的。哎，我认得你，你就是那个医生。
我，你不认得我啊？我就是林世林的爸爸，哎，苏东的女婿啊。苏东你认识吧？就是你们医院医死的那个老人呐。哎，你有没有搞错？你岳父是吃鱼圆梗死的，而且那些鱼圆都是你买给他吃的嘞。现在全荷兰村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啊，关人家什么事？婉婉，话可不是这么说的。病人在医院，生死那就由医院负责。没错，我是买医院给我的岳父吃，我怎么知道他会梗死的？哎，那些卖医院的摊位也没有特别声明啊，小心吃医院啊，否则梗死你啊。那既然梗到了，那是由谁来负责呢？当然是医院的医生来抢救啦。抢救不到，就是医院有问题，医生有问题。你这是什么道理？弄完了，不要管他，先找个位置坐吧。帮你倒东西吃哦。喂，你刚才叫他什么？方医生啊？不是，你刚才叫他什么若文的？你怎么知道他名字呢？他为什么不在医院看病人？你们为什么在一起？哎呀，你不要管我了，你走开，不要跟着我。你跟他很熟啊？你们为什么出来吃东西？你为什么没有在医院照顾思婷？她可是你女儿。你自己还不是一样，跑到不见踪影，还反过来责问我，你有毛病啊你？你说什么？你以为我突然逍遥的？我是出来想办法的。想什么办法？找钱呢？你们又不许我对付那个王八蛋，我不是找钱替思婷解决问题了？不用你找。你说什么？总之呢，思婷的事情不用你们两夫妻去理，我自然会帮他处理的。走开！杨哥，给我冰2杯哦。他妈的，以前对我那么温柔，现在对我凶巴巴的，难道是移情别恋 Jackie, 恭喜。You 恭喜 me for what? Hey, you said 1-1 become very fair. You tak boleh tahan. But now you see, she got a boyfriend. She will never disturb you. It's a good news for you, what? Kumar, don't talk, eat.月饼在里面。我问你，你为什么到这里来？是月饼叫我来的。我听阿豪说，那天月饼用熨斗揖你的屁股，他会叫你来。你没听说过吗？大声的骂是爱。好，那我就好好的。除了几万块，他都拿出来了。还说好听的话。不过这些年来，他都很疼你的，很关心你的。就说这次吧，我都还没开口，他就把钱都拿出来。坦白说，我还不知道他存了那么多钱呢。他妈的，你真够阴险的！我那间店是租回来的，也不值几个钱。不过我想几万块顶让费，应该是可以的。加上我这些年的积蓄，20多万，应该不成问题。妈，那间洗衣店是你这些年来的心血啊。暂时顶出去，以后有机会再开咯。你舅舅那几间店又赚不了几个钱，本来想跟他调动一下也不行。最衰还是你那个爸爸，当年赌博输了，欠人家一屁股债，等我去还。要不然的话，别说20万，50、60万我都拿得出来的。放心好了，事情我会帮你照顾的。月萍是我老婆，思婷是我女儿，你就想抢走他们 ？I will be back。干嘛呀？哇，神经病！
早啊，小妹。你们来做什么？等大姐出来，你们就惨了，快走！我们就是要等你那位肥大姐的。你们不相信我的话，等大姐发起脾气来，你们真的惨喽！是你们大姐叫我们来的。你骗人！大姐说你们两个想放火烧我们的店，恨死你们了，怎么会请你们过来？走了你们！是我叫他们来的。去打2杯水出来。大姐。叫你去就去。哦。莫大姐叫我们兄弟过来，到底有什么贵干啊？我不会跟你们多说废话的。你们不是很想买我的店吗？开个价吧。大姐，你要卖店啊？为什么？我们的生意那么好。这里没有你的事，把水放下，去忙你的。大姐。去。哦。你们刚才也听到我妹妹说过了，我们这间店呢，自从重新开张以后，生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所以证明老招牌就是老招牌，好就是好。既然说的这么好，那为什么要卖呢？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店你们是要还是不要？要就开个价，不要就走。很多人等着排队来跟我谈的。为什么要卖店？卖什么店啊？晶晶，哎，思婷，你出院啦？我刚从医院回来，身体怎么样了？没事啦。对了，我刚才听到你一直在喃喃自语，有什么事啊？大姐咯，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店卖了。那说实在的，我的确对你这间店有意思，不过那是以前的事了。那现在嘛，这间店好像对我们没什么吸引力了哈。那就拉倒吧。婉婉大姐，人家既然没有兴趣，就不要勉强了。啊，不过只要价钱合理，我们还是可以谈的。不必谈了，这间店不卖，你们请吧。店是他的，卖不卖应该由你来说。暂时不卖。喂，你是不是在耍我们呢？耍你们又怎么样？做梦！明明是喜欢我的店，还装作一副没有兴趣的样子，以为我不知道，想要趁机压低我的价钱，卑鄙无耻下流！走啊！哎，没关系，没关系，反正我们的大门永远是开着的。如果你真有意思要卖，记得来敲门啊 ，OK？思婷啊，他们那么快就让你出院了？我已经没事了。你放心吧，钱不会有问题的。我这间店很多人等着要的，所以很快就可以找到买主。哎，对了，我已经帮你找了一个律师，我们现在就去见他好吗？不用了，婉婉大姐，我那份合约的事你不用操心了，因为已经解决了。解决了？他已经答应跟我解约了。那个小王八蛋那么狡猾，他哪里会那么容易让你解约的？你是不是在骗我啊？我没骗你啊，我有一个律师的朋友认识他，出面跟他谈判，现在他已经肯让步了。真的吗？真的没事了，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哇，好香的椰浆饭，真想吃一大顿。那就吃吧，反正你都不当模特了吗？你要吃就尽管吃，我拿给你。好啊。Sure. She'll arrive in 2 days. Next time you won't be disappointed. 进来。Yeah. Okay. Thanks. Bye. 这么快就出院了 ？Anyway， 那是好事。Everything okay? Yep, everything's okay. 机票呢？里面有一张头等舱的来回机票，还有一张3万块钱的支票。你可以马上把它存到你的户口里面去，不过要等3天的时间才能够过账。到那个时候，你已经在巴塞罗那了。其余的钱，等你回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已经存到你户口里去了。
我已经全部安排好了。等你到了那边之后，有人会接你去酒店。Enjoy your holiday。记住你答应过我的事。Of course， 我是你的经理人，你不相信我，我还能相信谁呢？哎，你出院了？嗯，昨天很谢谢你。不用客气。再见。林思婷，你没有事吧？没事。别忘记，我们曾经是同学。如果你相信我的话，你可以随时找我。这是我的名片，你随时可以联络我。这是120万的支票，谢谢。用120万来喂一只狗，太便宜这只贱狗了。哼。哟，大哥大嫂，这么好啊，请我喝咖啡。有事想找你谈。那笔钱我已经还回去了，免得要看妈咪脸色。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一天你又何必闹得不愉快呢？哎，这你可不能怪我，推我下水的人，我一样也会把他们拖下水的。反正要是大家一起吃嘛，这就是我做人的原则。是谁要推你下水？是殷天阳要对付你，可不是我们。我当然知道谁要我死，但你们两个至少也是个帮凶嘛。如果真的先溺死的话，哎呀，那你们得的可就更多了，对不对？大嫂，你的心里在想什么？是瞒不过我的。别再说了，到最后得利的还不是那对父子？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还蒙在鼓里吗？我们都给你累死了。听说妈咪秘密召见了林律师，要改遗嘱了。改遗嘱？是啊。你别看妈咪年纪大，以为她是老糊涂，其实她比我们每个都精明。那一天你那么一闹，你以为她不知道我们背后在做什么吗？本来妈咪已经怀疑了，才叫天阳进公司。而且一来还把大权交给他，他静悄悄地查过了账目，就连我和你大嫂都不知道。你说的对，我们是没有办法帮你掩盖，那的确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机会。还有，那一天难道你没注意到，天阳一句话也没有说吗？其实，他是想案件伤人之后再只身度外。这种人。我早说过，一定要小心。王八蛋！早把他给做了。你说什么？这种话可以乱说吗？几千块钱丢出去，自然而然有人会做的，又不用你出面，有什么怕？这种话千万不可以乱说。你再说下去的话，我会当成没听到。大哥，如果我真的这样做的话，我看最开心那个人是你啊！嗨，等我摆
把你买下来之后，中间打个门，这样不是可以打通咯？那厨房打通了之后，要向这里，还是向那里？不要忘火嘞。向后面啊！真的向后面忘火啊？因为我现在火烧得很旺吗？哎呦，这样好点了没有？哎，小兵啊，有大减价哦。有大减价，你为什么不去抢啊？在我门口外面指指点点的，你在做什么法术啊？哎呦，大姐，做生意要和气生财嘛，不要这样激动，凡事好商量。那说真的，你有意思卖，我有意思买，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吗？好啊，那要怎么谈？来，坐下来谈。那现在你不只可以把店卖给我们，不如我们谈个配套，你顺便把你爷教到的秘方一起卖给我，怎么样？你要配套哈？你可以开个价的。1000万买不买？哪里有人这样开价的？为什么没有？店是我的吗？我要怎么开就怎么开吗？不过我现在不想跟你谈什么配套，你要买是吗？那就一样一样来，一样一样算。大姐，跟你谈生意会吐血的嘞，刚才是一样，现在是一样，很难谈的嘞。很难谈就不要谈喽。那我跟你讲，现在你不卖给我以后，你想卖不出去的时候，你不要哭，不要后悔啊。你现在不在我面前马上消失啊，你就会后悔啊！你怎么可以讲无理的？因为够大，够凶。暗处鸡蛋也死啊！好卖一点就没命了。晶晶啊，快来帮我！大姐，厨房收拾好了，可以收店了。哎，不要关了，不收了。为什么每天这个时候收店的吗？方医生要请他女朋友来我们这里吃饭吗？哈？你嚎到那么大声做什么？眼睛睁到那么大力做什么？方医生有女朋友啦。他有女朋友很奇怪咩？我以为方医生在追求你吗？昨晚我还梦见你和方医生结婚呢，我还叫他大姐夫。你神经病哈！好梦不梦，整天梦见这些无聊东西。大姐，有时候我的梦很准的。是咩？相信就好了，那到底怎么个准法啊？什么？你梦见什么？哦，上次我梦到4个号码开出了头奖嘛，你还中了几千块。对哦，那你到底梦见了什么？我都跟你说了，我梦到你和方医生结婚。怎么个结法啊？当然是你穿婚纱，他穿礼服啊，然后我还看见他抱起你耶。他抱得起我吗？当然啦，你那么瘦。我瘦啊？那这世界上还有胖的人吗？不是这个样子的。到底是怎么个样子？哎呦！我是说，在我的梦里，你是瘦瘦的，腰瘦瘦的，比我还瘦啊。然后你穿上白白的婚纱，你开心的转啊转啊，就好像天使一样哎，转啊转啊。什么？我还梦见你们的新娘车，车牌号码什么？是什么？是2个4啊？不是，我忘记了。哎呦，整天做这些乱七八糟的梦，把这些东西拿进去。哦。瘦瘦的，腰瘦瘦的，比他还瘦，穿着白白的婚纱，还开心的转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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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觉得头晕了。嗯？头晕。哦，不是，方医生，来。婉婉，你坐这里，我帮你检查一下。啊，不用了，我只是摔了一跤罢了。哦。喂，何医生呢？周末没有跟你一起来？哦，他今天休假，会直接从家里出来。我看差不多快到了。不好意思啊，要你来帮我。不要跟我讲不好意思，也不用说谢谢的，只要在你结婚的时候，请我多喝2杯就可以了。啊！什么事啊？大姐，什么事情？大姐，我想起来了。想起什么？就是你跟方医生你记事板扎好了没有啊？不是了，不是叫你扎了吗？你这么，哎，诺文，你等一下哦。来。我不是叫你扎啊，记事板在扎到家吗？你没有看到方医生就在外面吗？你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啦。我只是想跟你说，我想到你们新娘车号码了。好了，不要再说这件事情了，会给人家当笑话的。怎么会呢？你跟方医生结婚是喜事吗？你还说，不说话会死哈。不说就不说了。婉婉呢？何医生来啦？不是，你好像有客人呢。婉婉大姐。喂，阿明啊，你我是来找晶晶的。你约了阿明啊？我忘记了，昨天他打电话给我说要请我看电影。做什么这样？阿明，你等一下哦，今天就来了。弄完了，许自己来啊。谢谢。你快点去哦。我可以去啊，你不怕我被骗啊？为什么不可以？大家都是认识的吗？哎，不过不等于认识的就可以乱来啊，什么事情都要提防啊。总之呢，要小心就对了。哦，那店里？店里有我在就可以了。去吧。去。阿明哥，要不要喝水？不用了，我在风车那边等你，等不到，所以就跑到这里来了。对不起哦，我忘记了。不要紧，那我们可以走了。可以了，大姐，我先走了。好，拜拜。方医生，拜拜。我的车就停在后面的卡塔。哇，你有车啊？有车，做什么也方便一点。哦。来，你们慢慢吃哦，店已经关了，没有人会来打扰你们的。谢谢。慢慢吃。很香啊。香啊，那饭很特别的。长长的路，长长地走着，走了多久已不记得。路过的人是什么角色？想了很久，我已经累了，最初最近的捉拿，不是说好的，怎么转了个身还是变了？说真的，快不快乐？如何？这不是你的，是我的，到后来也不会是永远的，路还是要走的。不管天气是怎样的，风景如何，路总是要走的，哪怕明天将